欢迎收看快乐故事会，精彩故事现在开始。暗恋10年，我才知道顾怀生有个未婚妻。这天，他带着未婚妻参加我的生日聚会。你就是唐柔吧？我经常听怀生说起你，你能来当我的伴娘吗？我看着顾怀生紧紧地握着他的手，眉眼间带着我从未见过的温柔。自此，长达10年的暗恋被判无期徒刑。我没有时间，公司马上要年终考核了。我在纷乱中找了一个蹩脚的理由。不久前，我才告知顾怀生我辞职了。从他的眼神中，我看到了一瞬的怀疑。我有些绷不住，在这10年间，我的每一根神经都在为他所牵动。可我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这份感情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好吧，你不能来，我真的很可惜，毕竟你是怀生最好的朋友。未婚妻失望开口。我心底嗤笑，我是顾怀生最好的朋友吗？不，他可能高估了我的地位，我们连朋友都不是。如果顾怀生把我当朋友，就不会在10年间从不告诉我这个未婚妻的存在。顾怀生冷峻帅气的脸上没有一丝的慌乱，一如初见，他从来都是那样的淡然自持。唐柔，帮我照顾一下梅梅，我有点事。顾怀生匆匆离开，我还在发愣。原来眼前这个长相明艳的女孩叫梅梅。我心底呢喃着，忽然心脏像是被刀子轻轻豁开一道小小的口子，痛意绵延不绝，一点点加重，直到我无法承受。从我14岁认识顾怀生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他的左手手背上有一个纹身，是 Rose。我借用了自己英语课代表的身份，故意调侃他：顾同学这么喜欢学英语吗？连手上都写着英文单词。他起初只字未言，唇角微微漾着一丝清浅的笑。窗外的阳光笼罩在少年的身上，勾勒出他温柔的眉眼。那一刹那，我深陷其中，再也无法自拔，甚至于连他的回答我都一并忘记了。现在的我才堪堪记起，原来他早就给过我答案了。柔柔，我可以这样叫你吗？梅梅甜美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我点了点头。她大方地勾住我的胳膊，亲昵的好像我们是认识了20多年的好闺蜜。柔柔，我不在怀生身边的时候，他没有偷吃吧？他是你男朋友，难道你对他没信心？懒得理睬他们之间的问题，我把问题重新抛回给了梅梅。梅梅脸色有一瞬间惊愕，就在我理智占据上头的时候，顾怀生颀长的身影从昏昧的走廊穿越而来。桃花眼、微笑唇是他标志性的武器，可是在今天却成为了杀死我青春记忆的兵戈刀戟。在聊什么？他牵过梅梅的手，与她十指相扣。梅梅将脑袋轻轻地靠在了顾怀生的肩膀上，目光朝我投来。你看，我们都要结婚了，小柔她还没有男朋友，我替她着急呀。这未婚妻住海边的吗？管得还挺宽。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我总觉得顾怀生的眼神像带了刺一样弯向我，似乎是想要把我被脱光了衣服钉上了耻辱柱。这种被蔑视的感觉让我彻底清醒。我看向他们紧握的双手，再一次看到了顾怀生手上的那个纹身，耳边开始不断重复着一句话：也许世界上有5000朵和你一模一样的花，但只有你是我独一无二的玫瑰。我永远记得他在念这句话的时候的神情，和现在望向梅梅的神情一模一样。可笑的是，曾经因为这句话，我爱上了《小王子》，里面所有经典的语录我都能倒背如流。偏偏我就忘记了这一句。在那个少年的心里已经有独一无二的玫瑰了，我竟然还敢妄想闯入他的秘密庄园。先坐下吧，菜就要上了。我生硬地切换着话题，手指紧紧地揪住衣服的一角，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毫不费力，却发现在开口的时候，喉咙里像是有火在烧。感谢大家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我没有哭，我是多么爱掉眼泪的一个人啊！因为顾怀生没有和我分到同一个班级，我哭了；因为顾怀生考上了比我更好的大学，我哭了；因为顾怀生总是说我和他是最好的朋友，我哭了；因为顾怀生，他明明知道我暗恋他，却始终没有表态，我哭了。是的，
他知道自己手握可以对我杀伐决断的重权，所以才会如此肆无忌惮，一次又一次借用友情消耗着我这份深埋在心的爱。唐柔，你不要嫌弃我，也不要离开我。这是3天前他工作失意时对我说的话。我以为我即将盼来我等了10年的爱情，可下一刻，他忽然笑着一把揽过我的肩膀。毕竟我把你当成我最好的朋友。我从他那里对朋友有了新的定义。小柔，祝你生日快乐！我和美美准备了一份礼物给你。顾怀生紧紧地拥着风情万种的美美，他们2人一起起身，敬酒的样子像是这是他们的结婚主场。美美要介绍一个男朋友给你，他已经在门口了。我瞬间怔住，就在我准备开口的时候，一道熟悉的身影从外面走进来。我顺势看了过去，江桥，师傅。顾怀生惊讶于我们2个人的默契，他薄薄的嘴唇微微翕动。你们认识？我还没有来得及做解释，江桥一双狗狗眼紧紧地凝视着我。师傅，我可以追求你吗？梅梅在我们身后忽然鼓起掌来，热烈的气氛已经到了顶点，不少人开始起哄。我的身体变得十分僵硬，慌乱的目光下意识看向了顾怀生。他望着我，眼神里的情绪慢慢变浓，直至火苗湮灭。心底无数道声音冲击着大脑，10年来的感情慢慢负伤。我倔强地转移开视线，却忽然触及到了一抹炽热的光芒。江桥一直在看着我，眼睛里像是盛满无数星辰，尖锐的坚定感和我的心里的人仰马翻形成了强烈对比。我释然地勾唇，好啊。这个字落地的一瞬间，江桥忽然一把把我扯入怀中，他把下巴埋在我的肩窝，连声音都是颤抖的。谢谢你。我能够从这3个字里读出我曾经最为熟悉的卑微感，几乎是一瞬间，我与江桥共情。出奇的是，这一刻我的脑海中居然没有出现顾怀生的身影。我只有一个疑问，他为什么要追求我？虽然没有确定关系，但是正常聚会因为江桥的告白，我们2个人变成了焦点。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总觉得顾怀生阴鸷的目光若有若无地落在我的身上。师傅，结束之后，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可以吗？江桥温润如水的声音将我拉扯回来，我微微偏头，本已烧尽的心火仿佛此刻燃放起来。好。结束时，我们簇拥进入电梯，人越来越多，我不得不将身子紧挨在角落里。不知道是谁踩了我一脚，我抬头的瞬间，一道高大的身影忽然挡在了我的身前，是江桥。他就像是一把野火，在这个冬天的末尾，让寂寥都变得有意义。突然我的脸有些烧，江桥的这一系列动作都在表示他喜欢我，十分直白，一拳又一拳冲击着我的心。走出酒店，我的思绪有些飘，连怎么上的出租车都不记得了。此刻，江桥就坐在我身边，近到我能听见他不太平稳的呼吸。他好像有些紧张。江桥，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是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他作为实习生进入公司，我阴差阳错的成为了带他的师傅，不过也只有短短的1个月。在那1个月里，我记得这个男孩子充满了热情，好像有挥洒不完的精力。下车后，江桥带我进入一条长巷，他清澈的瞳孔倒映出尽头的亮光。师傅，今天是你生日，我给你准备了特殊的惊喜。江桥停步，路边昏黄的灯光将他的身影笼罩其中，眼里的笑意一点点流露出来。我的脸泛红。你为什么喜欢这2个字？我还真有些说不出口，毕竟江桥也没有说过这个字眼。于是我换了一种问法：你认识梅梅？提到这个，江桥的神情有了一刹那的严肃。算是吧。什么叫算是？说完，江桥吞了一下口水。等以后我们一点点告诉你，现在你需要拆礼物。我没有再问下去，只是心头的疑问并没有因此消散。巷子尽头是一家做家常菜的小店，江桥带着我进去，直接坐到了靠窗的位置。他主动拉开椅子，让我坐下，他才落座。等我一下，马上就好了。我不解，却见他神秘兮兮地溜进后厨，然后没多久就端出来一碗热腾腾的生日面。
师傅，尝一下，这是我亲手做的生日面。之前给老板家女儿辅导过数学，老板是熟人。青菜牛肉面，闻着味道很香。这一刻，感动瞬间蕴养在心。万万没想到，生日的尾声能收到这么特别的礼物。我小口小口吃着面，味道美极了。很显然，江桥知道刚刚在宴席上我没吃饱，肩头忽然一沉。别着凉。江桥把他的外套脱给了我。如果说在聚会现场我答应他是负气的表现，现在的我似乎真的想去成全这个少年的心愿。直觉告诉我，跟江桥在一起会是一件很值得期待的事儿。吃完长寿面后，江桥把我送到了小区楼下。我终于忍不住了，江桥，我有什么值得你喜欢呢？明明我糟糕透顶，明明我一败涂地，明明我连在这一刻都在利用他来取暖。江桥眼底蓄着暖意，头顶那盏路灯似乎都格外眷顾他，赐他夺目耀眼的光芒。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唐柔。回到家躺在床上，江桥的话还言犹在耳。无法想象我会在别人眼里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第一次，我因为除顾怀生以外的人失眠了，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就在这时，顾怀生的信息突然无端闯入：小柔，你真的要和江桥在一起？我心里嗤笑，懒得回消息，他也是住海边的，管得真宽。信息我没有回复，顾怀生也没有再联系我。这段时间，我和江桥又被分到了一个小组，好像一切都没有改变。他还是像从前那样，是一个乖巧的追随者，一口一个师傅喊着。可好像又变了，他贴心照顾我，像是个男人般守护在我左右。那一声声师傅，好像直接敲击在我心房，让我莫名耳朵发烫。我收到了请柬，顾怀生和梅梅要结婚了。顾怀生主动给我发了消息，我要和梅梅结婚了，你真的觉得我们可以幸福快乐？顾怀生每次都是这样，在我生活平静，他又跑来施舍一点亮光。如果他现在出现在我面前，我会扇他一巴掌。这男人嘴脸可憎。我没打算回复他，这时江桥的电话就打了过来。我按下接听键，喂，师傅，婚礼那天我陪你一起去。他应该也收到了请柬，毕竟在外人眼里我们早就是一对了。江桥，我不去，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向他示弱，坚硬的外壳第一次变得柔软。电话那端的江桥似乎呼吸一滞，片刻后笑意传来：好，这是你的权利。是啊，去留与否都是我的权利，和顾怀生无关。那明天我们去看电影吧。江桥故作玩笑：师傅，你这是邀约我吗？我恼羞成怒：不可以吗？我差点就忘记了，江桥无论是外貌还是工作在公司里面，也都是拔尖的那个。这段时间，光我注意到的就有不少小姑娘朝他抛出橄榄枝，恐怕这也是我急于寻求答案的原因。没有听到他的回答，我攥紧了手机，连心跳都变得动荡。江桥笑一下：当然可以，毕竟我还没有追到你，不能前功尽弃。他直白的话语滋养着我千疮百孔的心。我在想，哪怕就是明天我去了顾怀生的婚礼现场，我也不会害怕了。师傅，江桥的语气变得认真起来，我居然也跟着紧张。晚安。我站在窗边，外面在飘雪，地面上落下一层薄薄的浅白。我声音略微发颤：晚安。意料之外，顾怀生很快发来了短信：小柔，我想见你，我就在你家楼下。我把手机屏幕按灭，连同那抹不会再燃烧的心火也彻底熄灭。我并没有下楼，最后顾怀生竟然选择了敲门。打开门后，再见到他，我心平气和道了一声恭喜。顾怀生愣了一秒，随后我能够看到他的瞳孔微微收紧，便再无波澜。他拧眉，声音带着点怒意：你在恭喜我？正常人收到请柬的第一反应不就是恭喜对方吗？顾怀生质问的语气让我有些气恼，他有什么权利站在这样的制高点来拷问我呢？我笑了道：是，不只是我，还有江桥。我准备开口说我们不打算去婚宴的事儿。唐柔，他忽然大吼一声：
打断了我要说的话。再一次，那个坚韧的顾怀生失态了，只是这一次我没有任何的反应，也不会因为见到不一样的他而感到雀跃。这10年的光景犹如冬日饮雪，是甜是苦，最后也都成了寡淡无味。他红着眼，连眼皮都耷拉下来，像一件被拉下神坛的再造残次品。我以为你们只是玩玩。我沉默着，忽然疏离一笑。我的感情从来都不是玩玩而已。顾怀生嘴角扯出自嘲的弧度，所以你喜欢上他了？这个态度还真是嘲讽。准确来说，不只是喜欢。我也学会了虚与委蛇，成为了曾经的顾怀生。我看着他眼底一点点升起的刺痛，忽觉他连和我做朋友的资格都没有。够了。顾怀生嗤笑离开，看着他的背景，我却顿觉轻松。释然之后，顿时觉得被拉跌神坛的顾怀生也不怎么样。我和江桥看了电影。看电影前，他仔细询问了我想看哪一部片，顺带给我买了看电影所需要的奶茶小零食，体贴到不行。电影院足够的安静，安静到我可以听到身侧男人微许紧张的呼吸声。我忍不住笑了。第一次我看电影的时候分心了，皆是因为身边的江桥。看完电影后，每天在江桥的陪伴下上下班，周遭的同事们看我们的眼神暧昧，大抵意思是都懂。之前我对此无感，在同事们无数次若有若无的开玩笑中，我还是红了脸。这时是江桥主动站了出来：“别开师傅玩笑，是我在追师傅。”听着他护短的话，以及那坦诚担当的模样，我的心不可控制地悸动不已。1个月后，让我没想到的是，顾怀生和梅梅的婚宴取消了。婚礼取消当天，顾怀生在我楼下等我，成功地堵住了和江桥刚刚分开到家的我。小柔，我不和梅梅结婚了，我想跟你在一起。你不是一直都喜欢我的吗？跟我在一起。我可以明天就带你去领证。顾怀生手里捧着玫瑰花，似乎是喝了点酒，话语有点癫狂。我拧眉，心里却十分好笑。原来他知道我一直喜欢他呀，真是渣。他的行为却让我有些费解，恐怕是不喜欢一直对他舔狗的人转身在其他人怀里笑得开怀吧。说着，顾怀生将玫瑰花往我手里塞，我下意识地伸手去推，推脱不掉，索性直接将花拍倒在地。顾怀生，别再来恶心我了！将手里的玫瑰愤然扔在了地上，残碎的花瓣被雪埋葬。本该被高高捧起的独一无二，这一刻却成为了最廉价的垃圾。这是记忆以来第一次对顾怀生大声呵斥，他脸色有些难看，而我却异常冷静。你比江桥差远了。最终，顾怀生什么话都没有说，转身离开，消失在冷夜中。我低下头，正好看到了夹在玫瑰花中间的卡片：“爱你至死，我的玫瑰。”最终，这陈词滥调也成为了最俗套的烂泥。记得大2暑假，我从家人那边得知顾怀生住院了，偏偏赶上我考证，大概年轻无畏，我放弃了考试，奔赴我的山海。只可惜我的山海不可平。我到医院去看他，大汗淋漓，一片缭乱，却只得到他一句：“唐柔，你能不能打扮得像个女孩子啊？”迟来的深情抵草芥，我决心拆掉费尽心力筑起的篱笆，挥手和里面的玫瑰花说再见。我拿出手机，打下一串字：“江桥，我们试试吧。”发送键还没有来得及按下，一个陌生电话忽然打了过来。归属地是怀城，我的心里咯噔一声，大抵有所预料。我按下接听键，喂，话筒那边传来呜咽哭声，我一下子就能听出是梅梅的声音。小柔，我求求你，求求你！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好像下一秒就会背过气去。你怎么了？我冷静发问。怀生他不要我了，我求你可不可以让他重新和我在一起？雪下得更大了，人间荼蘼。我轻轻出声，我恐怕没有这个权利，毕竟暗恋只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梅梅一时之间没有说话，她提了一口气：“小柔，你帮帮我吧，和他有关系的人，我只认识你。”
我心头微微触动，毕竟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去相信两个即将结婚的人还保持着这么神秘的关系。梅梅的委屈像是开了闸，全部倾吐于我。我想她之所以联系我，只不过只想要找一个倒苦水的工具而已。她之所以和我结婚，是因为我们家能够帮他们家公司起死回生。说白了，和俗套小说一样的剧情，他们属于家族联姻。从上学那会儿，我就一直觉得顾怀生是天之骄子，他不会和任何现实低头。直到现在，我才清醒过来，他是人，有着七情六欲，也有贪恨嗔痴，是我无端把他神化了而已。我也只能点到为止，毕竟我已经不想再过多介入他们之间。梅梅的情绪逐渐变得有些激动。这10年来，她从来都没有把我公布于众，除了她的父母，我不认识任何一个人。就连你。梅梅的声音停顿了一段时间，她刚刚提起的那口气似乎在这一刻彻底弥散。就连你的名字我都是她在喝醉酒之后才听到的。顾怀生会喝酒？和他认识这么长时间，我也就是刚刚见过顾怀生喝酒。我琢磨着这个无所谓的问题，就连为什么顾怀生会在酒后念我的名字，我都没有问。大概在我的潜意识里面，我已经将其从我的记忆里摘除了。我再一次确定，我的选择是对的。换做以前，我一定会心软，觉得梅梅和我一样被欺骗了。现在的我明白，感情这种事情，向来都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在这10年间，我享受着顾怀生对我的暧昧态度，顾怀生享受着我对他的好。我们都默契的没有戳破那层窗户纸，只不过只有我一个人在傻傻的期待着他能够迈出第一步。梅梅和我恐怕也是一样的。一阵冷风刮过，我将手揣进口袋，听着梅梅的泛泛而谈，忽然有些烦了。以后别跟我说了，抱歉，不感兴趣。留下这样一句话，我便主动挂了电话。我收起手机，一步步往家走。我站在1楼过道处，正准备掏钥匙。昏黑的空间之中，我的身体忽然被人紧紧抱住。我下意识想要呼喊救命，可是清澈的声音在耳边响起，瞬间我心安了。你是认真的吗？江桥突然这样问我，我有些不知所措。他似乎察觉到了我的茫然，将我松开，按着我的肩膀把我转过来。他漆黑的眸子深情地凝望着我。师父，你真的愿意和我试一试吗？我有一瞬间的失神，那条信息我竟然发出去了。虽然阴差阳错，但是我并没有后悔。我抬起头，笑一下，江桥弯下腰，再次拥抱着我，大掌温柔地抚摸着我的发丝。我能够听到他的心跳声，铿锵有力，为我而跳动。这一幕，我似乎在梦中见到过。我紧紧地靠在他胸口，心里有从未有过的踏实。荒年岁月里，第一次寻到了活着的意义。当我还沉浸在久违的幸福中时，寂静空间内忽然传来什么东西落地的声音。骤然，过道处的灯突然亮起，余光中瞥到了2道身影。我紧张到咽了一下口水，慢慢转过头去。爸妈，前些日子爸妈得知顾怀生要结婚了，就有些担心我的情绪，没想到今天居然赶了过来。江桥明显被吓到了，原本生动的眼神忽然晃动了一下。他松开我，瞬间手脚变得局促起来，半晌才张嘴：“叔叔阿姨好。”相比于他的紧张，我似乎才是最放松的那一个。爸爸和妈妈同时咳嗽了一下，后者将地上的袋子给捡了起来。他们走过来，我爸的目光在江桥的身上打量了一下，没有多话。妈妈相较于我爸的严肃，倒是比平时更加温柔。小柔，这外面这么冷，还不快带着你朋友进屋？看着2个人落荒而逃的模样，我偷笑了一下。在进去之前，我轻轻地拉了一下江桥的衣袖。不要紧张，我爸妈人很好的。江桥手都在发抖，却还是挤出一丝笑。不紧张。江桥做了一个深呼吸，忽然伸手握住我的手，他手心里的温度传递给了我。明明他自己都那么胆怯了，却还在想尽办法给我力量。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温柔的人啊？江桥牵着我的手走进屋内，妈妈从厨房里走出来，脸上带着亲切的笑容。小柔你带，
江桥适时介绍自己：“阿姨，我叫江桥。”“好好好，小柔你带小江先坐一会啊，我和你爸给你们做饭。”“阿姨，我来吧。”江桥很努力地表现自己。爸爸从厨房走出来，脸上没有了刚刚的严肃。“我们都过来了，哪能让你们这些孩子再动手啊？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几次面，我和你阿姨就想亲自做顿饭。”我悄然发现爸妈的头上又多了一些白头发，一时鼻酸。“爸妈。”我回握着江桥的手，无比正式：“这是我的男朋友江桥。”江桥的手心里在冒汗，我能感受到他比和我告白的时候更没有把握。“叔叔阿姨，我会好好对诗对小柔的。”这是江桥第一次改口，虽然有几分别扭，可是我的心里还是像抹了蜜。爸妈也十分认真，在饭桌上仔细询问了江桥一些事情，从年龄到工作，从父母到家庭，几乎事无巨细。这让我差点觉得要把江桥给劝退了。“爸妈，你们不要再问了。”我赶紧阻止他们的好奇心。没等我父母开口，江桥笑一笑：“没关系，这些都是叔叔阿姨该知道的。”很快，江桥就和我爸妈打成一片，把他们哄得合不拢嘴。也许这就是他的独特之处，无论身处何地，总是带给旁人恰如其分的温暖。这几个月来，我和江桥交往顺利。抛开一切，我不再新鲜别的女孩子拥有轰轰烈烈的感情，因为我有一个愿意陪我细水长流的男孩子。正值年关，江桥突然联系我，电话那端的他语气小心翼翼：“柔柔，我下个月就要去分公司了。”江桥的业务能力特别强，领导一早就是把他当干部培养的，调走是迟早的事情。说不清是什么感觉，但总归是有失落的。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开始没有期限的异地恋。这几个月，我们就像是连体婴儿一样，几乎每天都黏在一起。我努力平复着自己的情绪，发现自己还是说不出祝福的话来，因为不想分。良久沉默后，江桥的呼吸悄然滞顿：“柔柔，跟我回家吧。”静默一瞬，我才意识到他说的回家是什么意思。我脸有些烫。江桥，听到这里，我的心头莫名泛甜。“你是笨蛋吗？”他的电话迟了几分钟才打过来，我继续问：“你是不是我男朋友？”江桥声音变得有些软：“嗯。”“你是不是已经见过我父母了？”他愣：“嗯。”“你是不是爱我？”这一次他没有犹豫：“爱，很爱很爱。我不会让你输，在我的面前你也不必这么小心翼翼，因为我也爱你。”叮咚一声，门铃忽然响了，我愣住：“你稍微等一下呀。”没有挂断电话，我径直走向门边，刚打开门，突然一道少年身影朝我倾身，我跌进一个温暖的怀抱。他像第一次和我表白时那样，整个人埋在我的肩头：“柔柔，谢谢你，谢谢你。”我被他抱得有些喘不过气来，轻轻地捶着他的后背：“好了，先把我放开嘛。”“不要。”江桥故意撒娇。我有些无奈地笑一下，伸手慢慢推开他的身体，然后抬头看他，故意调戏：“你就那么想要姐姐和你回家？小流氓！”江桥的唇角忽然狡黠一笑，俯身轻轻咬了一下我的耳垂：“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想带你回家了。”我脸上迅速蒸上一片潮红，嗔怪地打了他胸口一拳。江桥低头看着我，目光中染上赤裸的感情。我意识到了什么，下意识闭上了眼睛。下一刻，我的脸被温柔捧起，少年的吻是炽烈的，也带着笨拙的青涩。我半推半就，他含情脉脉，我们有太多的爱意，不知道该如何向对方表达。在这一刻，全部化作吻，毫无保留传递给了对方。结束之后，我的脸已经像蒸熟的螃蟹一样了。感受到江桥灼热的目光，我立刻抱紧他，埋在他的胸前：“不要看我。”他轻轻一笑，回抱着我：“好，不看。”后来江桥和我说了很多很多，我到现在才知道，原来江桥对我居然是一见钟情，而且10年前他就知道我了。他和梅梅家是世交，刚开始的时候家里人是想撮合他们2个的，但是江桥明确表示拒绝了。于是他们的视线才转移到了顾怀生的身上。
江桥第一次见我的那天是一个飘雪的日子，我拿着给顾怀生织好的围巾想要送给他，可是我被雪地里的石头绊了一跤，脑袋磕破了，鲜血染红了皑皑白雪，也染红了那条围巾。我哭得像个失去糖果的孩子，不是因为伤口疼，而是因为围巾脏掉了。他说，他从来没有看到过哪个女孩子会那样不顾形象，在众人面前哭。后来，他经常偷偷来学校看我，不言不语，也不挑明。他积攒了10年的温暖，只为温暖这10年里受伤的我。这样的男孩子，我舍不得留给其他任何一个人，他只能是我的。后来，顾怀生又来找过我一次，他卑微地拉着我的手，祈求我：“小柔，我是爱你的，我真的爱你。我和梅梅就是逢场作戏，我们已经结束了，你和我在一起好不好？求求你了。”我看着曾经我奉为神明的男人，此刻却如此卑微求爱，连最基本的原则都抛弃了，我才觉得这10年的自己简直有目如盲。我使劲从他的手中将自己的手抽出来，语气十分冷淡：“我和江桥要离开了，以后都不会再回来了。”江桥主动牵起我的手，语气霸道：“以后柔柔的生命里只有我。”顾怀生在这一刻彻底颓废，他半垂着脑袋，什么话都没有说。我径自带着江桥进家，刚把门关起来，就听见外面传来男人崩溃的嘶吼声。江桥问：“不看看了？”我摇头：“看了10年了，已经足够了。”没有等我说完，江桥直接捏起我的下巴，如烈火一般的吻将我包围，我有些招架不住了。在我呼吸殆尽的时候，他松开了我，声音有些沙哑，桃花眼里满是水雾：“我永远不会看够你。”我脸更红了。很快，春节就到了，我们2家商量了一下，一起吃了个饭，算是为我和江桥饯行，当然也定下了2家的亲事。小柔，我们家江桥年纪轻，其实阿姨真的很怕他辜负你，所以刚开始他和我说的时候，我和你叔叔不同意的。江桥的父母很是和善，不像是那些富贵人家刻薄，每一句话都在关心我，给了我莫大的力量。怪不得江桥那么温柔，原因原来在这。叔叔阿姨，我相信江桥，也相信我自己，我笑着说。2家父母看着我们恩爱的模样，脸上也都露出了心满意足的笑容来。过年的钟声敲响，我站在落地窗前，看着繁华的城市，目光流连于眼前的霓虹灯火。站了一会儿，江桥突然从背后抱着我，温热的气息喷洒在我的脖颈：“师傅。”我身体微微一顿，他已经很久不这么叫我了。偏头，我疑惑：“怎么了？”他语气变得格外委屈：“你是不是真的把我忘记了？”这话问得莫名其妙，我有些不明所以，为什么会这么问？我不是在这边好好的吗？怎么就忘记你了？其实10年前你见过我的。江桥刚说完，我就转过身来，眉目带光：“什么时候？”果然，你不记得我了。我感受到江桥的失落，于是抬手摸摸他的呆毛：“那你提醒一下我好不好？你知道熵增定律吗？”江桥忽然问。我歪头：“不是每个人都和我的江桥一样是学霸的，我也一样。熵增定律就是在一个孤立的系统里，如果没有外力做功，它的熵就会不断增大。所以呢，我还是不太明白。含为负，熵为正，即使世界绝对0度，爱你依然自发。”听到这个话，我忽然觉得有些熟悉，忽然想起来以前我偷偷写给顾怀生的信里有从网上摘抄过这一段话。江桥脸上的笑容乖巧：“你高2那年，我到你们学校做过化学演讲，就提到了这句话。看来是那个时候的我并不帅气，所以无法引起你的注意呀。当时的我一心扑在顾怀生的身上，自然别人看不到眼里去。但是我并不觉得可惜，因为如果那时候我注意到江桥的话，或许时至今日他们就不会在一起了。”我揽着他的脖颈，笑意藏在眼底：“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想方设法讨好我呀？”“是啊。”江桥低头，用鼻尖宠溺地碰了一下我的鼻尖。“谁让你那时候喜欢顾怀生呢？”这是江桥第一次直面我喜欢过顾怀生这个话题，虽然我知道他一直都清楚，
可是他从来都没有正面回应，就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一样。我偏头去观察着他的情绪，却没有办法从他的脸上看到任何。你心里面会不舒服吗？江桥不答反问。知道家里人曾经想撮合我和梅梅，你会不舒服吗？不会呀。那我也不会，因为现在的你是我的，未来你也是我的。江桥自信地说。我松开胳膊，故意逗他，谁说未来我也是你的了？窗外就在这时忽然开始燃放起烟花，我刚准备回头看，眼前的少年突然单膝跪地，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他那双曾经盛满星辰大海的眼眸，现如今只装得下2个小小的我。我呼吸紧跟着微微一滞。江桥，嫁给我吧。不是你愿意嫁给我吗？也不是问我可不可以。我曾经说过，让他在我的面前不要那么卑微。我暗恋了顾怀生10年，吃了10年的苦。我也从未想过，在这段时空当中还有另外一个我，暗恋着我，旁观着我。我和顾怀生至少还有交集，可是他却守了10年的孤寂，才等到这一刻。他不需要自卑，甚至于他好到让我怀疑我是不是值得他这样喜欢。我想，如果我错过了江桥，恐怕以后都不会有一个人这样爱我了，就算有，我也不想要了。我点头，低头看着江桥颤抖着手将耀眼的钻戒戴在了我的无名指上。我们相拥于烟火下，我们只是红尘俗世里小小的2粟，却在这一刻因为彼此变得伟大。因为爱情本身就是伟大的。我孤独了10年，他伶仃了10年，终于在这一刻，我们找到了彼此灵魂停泊的岸边。江桥，欢迎你来到我的世界。精彩故事下期更精彩，感谢收看。